来看一下哪一朵，我们来挑一朵花，今天来写生。后面的这一朵是吗？好，你们想看这一朵，那就这一朵吧。那我还是给大家分解一下吧。这一朵的话，稍微它有一点蓝，所以说给大家分解一下。这一朵花它是一个绣球形的，它是上面是它这个球是在下面，这一朵是整体是这样子的一个朝向，然后下面会有一些像裙子一样的啊，下面会有一些这种大花瓣啊。然后我们画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一样可以把它分为3层去画啊。那这个是1、2、3，我们把它分为3层画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这个花的话，它跟平时我们画的那个正朝上的就会有一些区别了。那我们首先来分解一下它的特征。第一层，我们看一下第一层，来看一下这朵花。看一下这朵花的第一层，那么现在我们的这第一层，它就是跟我们以往它朝上的就不一样了。这个第一层它花瓣，它的颜色它是最深的，看到没有？物象也是实的，物象是实的，颜色它是深的，它深的有不一样的深，所以我们在调色上要用调色，要用我们的颜色去表现它的深。然后花瓣是小的，然后第二层是中间这里它的物象也是实的。物象也是的，颜色也是深的，它深的有不一样，它深的是比较偏红，下面的深是比较偏暗的深，这个中间的深是比较偏红的深，它也是深的，深的有所不同，所以我们调色花瓣也是小的，我们调色要很讲究这个调色的技巧。然后第三层是这个最上面的，那最上面的这一层，我们这一层它是在最上面，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下，所以这一层它是比较虚的。我们现在这个今天这朵花的这个花瓣，大的花瓣是虚的，看到没有？跟我们平时画这个朝上的有区别。然后颜色它是稍微的浅一点，然后花瓣它明显是大的啊，花瓣明显是大的。然后来分解一下它的颜色。大家看一下，来分解一下它的颜色。你们看到这朵花上是有什么颜色？你们看到有什么颜色？底色我们还是用前面调的没用完的这个底色啊，底色还是用这个太白加3青，这个没用完的继续用。然后第二个，再看一下，近一点看，第二个颜色我们用鹅黄加大红。然后直接这个大红，第三个直接用这个大红、曙红，然后胭脂。好，我们用这几种颜色来画。首先我们来试一下啊，调这个颜色来试一下。好，这个是前面调的这个太白加3青色，太白加3青。哎呀，
我们再把它调和一下，有的时候它会沉淀，沉淀了我们再把它调和一下。这个里面感觉有点紫啊，有点紫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笔上有红色，笔上有红色调进去了，它就会偏紫一点点。好，底色调好放在一边。那么我们把这个鹅黄和大红把它调和一下。那我们来试一下颜色，调一点点就可以了哈。这个颜色很浅的，颜色很浅，调一点点，把这个红色、黄红色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大红，笔尖调一点点曙红，一点点就可以了哈。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颜色是不是我们想要的颜色啊？大家觉得跟这个颜色相近吗？如果是的，我们就开始画了啊！你看这一朵花，它也是一些碎花瓣组成，就是这样的一些碎花瓣组成哈，都是这些碎花瓣，我们就用点，就直接去点它，点出这种各种各样大小的这种碎花瓣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了啊！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调的这个大红均匀调一层，薄薄的一层哈，薄薄的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大家调色，所有的调色都是在直播间，在大家的镜头下完成的。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调色，然后自己记得是怎么调的啊。好，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薄薄的一层，不要太多了，不要太多了，一点点哈，薄薄的一层。然后笔尖上调一点点，再调一点点大红，调一点点大红进来。笔尖稍微的调一点点曙红，曙红稍微的调一点点曙红，不要调太多了啊。好，这样可以开始画了啊。好，这些都是一些小碎瓣啊，有很多这种小碎瓣去组成的。颜色一定要调得很均匀哈，颜色如果调不匀，画的这个花就不好看。那这些都是一些小碎瓣哈，有长的，有短的，有圆的，有各种姿态的这种小碎瓣去组成，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去组成。可以一笔直接把这一笔的颜色差不多画完。大的花瓣旁边要有小的，有碎的，有这种很碎的。让这个花瓣有各种姿态，各种大小不一样。笔尖稍微的可以补充一点点啊，稍微的补充一点点颜色。补充一点点颜色，但是颜色都要调的很少、很浅的这种颜色。按这一层层的这种花瓣，层层去叠加，补充，笔尖再补充一点颜料。但是每一笔颜色一定要调匀，看这一笔没有调匀。
我们在调颜色的时候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匀。如果没有调匀，一下笔就能够感觉到它这个有这个笔触感。你看这一笔就没有调匀，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匀。我们旁边准备一个废纸，可以先试一下这个颜色，最好不要直接往上画。我也会没有调匀的时候，所以这里有一个这么多小的，我们旁边来一个大一点的，来再调一下颜色，一定要慢慢的把颜色一定要调匀，调均匀。好，再补充一点颜色，稍微的补充一点颜色。好，这个花瓣让它张扬一点，这个笔上基本上现在已经很干了。当你笔干了，有些家人会问什么时候加水，那就是你笔感觉已经很干了，已经画不动的时候，就加水了。来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，用这个笔肚轻轻的点一下就可以了，笔肚轻轻的点一下就可以了。薄薄的，这个颜色只用到一点点哈，稍微拉出来用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然后加一点点大红，加一点点大红。这边的颜色很浅，所以我们的颜色只调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。这有一些小的花瓣，碎的细节。这各种各样的花瓣啊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，笔尖稍微沾一点点颜色。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去组合。好，我们这边浅色我们就画这么多，然后我们再来慢慢去完善。这下面这一部分的颜色可能会更加深一点点，会慢慢稍微的深一点。在你调色的时候，就颜色稍微的多一丁点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了。整朵花都是浅色的啊，整朵花都是浅色。稍微的笔尖沾一点点颜色。这一朵就跟刚刚画的那一朵就完全是不一样了。我们现在下面这里留着先不画，为什么？我们待会儿这一层的颜色会不一样，待会儿用不一样的稍微深一些的底色去补充下面这一部分，
让下部分这个颜色又有一点这种微妙的这种变化。好，这个缺口我们补上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画这个大的花瓣，后面的这个大花瓣。大花瓣我们先每次画的时候，一朵花朝下也是一样，朝下也是最后才画下面的这个花瓣。为什么呢？最下面这个花瓣它的颜色在这个暗面，它颜色会稍微暗一点，所以我们到最后留到最后我们去画那一块。好，我们现在笔上要多调一点把这个颜色调上来了。我们现在要画大花瓣，要把这个颜色晕到笔的2/3的地方来了。这个第一个颜色要到2/3，但是是薄薄的一层，不要太多颜色。来，我们这里好，这个大花瓣再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点笔尖，稍微的补充一点颜色，它会很张扬的这个大花瓣。好，这里是一个往下的一个大花瓣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颜色，我看一下笔上的这个颜色够不够啊？不够的话，我们还要这个底色看一下够不够，不够的话，我们要加一点点底色。先来画一片，这个花瓣很大很大，我们笔基本上要整体的倒到这个纸面上去，好大的一个花瓣啊！我们的笔上要有动作哈，要有动作。稍微的这个笔尖上稍微的深了一丁点啊，深了那么一丁点没关系。现在我们这个花瓣还没画完，这个笔上的这个就已经很干了，你看毛都已经散开了，已经很干了。那我们再加一点底色，加底色的时候我们要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不要水分太多了。好，我们还是先把这个调的这个大红色薄薄的来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。好，这个花瓣它有一点这种很张扬的哈，这样子过来。来稍微的补充一点点颜色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补一笔这个花瓣。这个里面再来，笔上如果干了的话，我们就加一点点底色啊。如果干了的话，加一点底色；没有干，我们还可以继续画一笔。
这里来一个。还要加一点颜色，笔尖稍微加一点颜色，把这个空这个缺口我们可以先留着，这个缺口，待会儿我们再看，最后再看情况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。后面的花瓣我们都要用这个比较深色的这个颜色去画了，补充一点底色。还是一样，我们把前面这个红色的均匀的调一层，在这个笔的1/2的地方，薄薄的一层，然后再调这个大红。好，这里再来后面来一层。这里会有一个花柄，我们先把这个花柄给画出来吧。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颜色。用这个藤黄3绿，加一点朱标，笔尖蘸一点胭脂，来试一下颜色。笔尖蘸一点胭脂，把这个花柄从这里出来。好，随意的画一个花柄出来啊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另外调一个底色了，我们的底色要改变了。所以颜色的层次完全是靠这个底色去调出来。我们现在把这个底色倒一点在另外一个盘子里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东西进去。我们再加一点胭脂进来，这个是关键点哈，家人们，这个是我们调色的这个关键点。加点胭脂还不够，还要加一点3绿，或者是3青也可以，加点3绿吧。再加点3绿进来，把这个底色调成更深的这种灰色，调成更深一些的这种灰色，这个是调色的关键点啊。好，我们底色是其他颜色都是一样，就是底色有变啊，然后我们调色还是一样的，先把这个第一个颜色均匀的调一层到笔肚里面去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，然后再调一点大红，调一点点曙红，调一丁点这个曙红就可以了。最深的地方可以加一丁点这个胭脂，但是所有的颜色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调均匀，好，我们这个地方
这个地方来一笔这种深色一点的。这个里面这个缝隙里面，我们要把这个花瓣给填上，给它填上。填上缝隙里面的花瓣，我们也稍微的深一点颜色。那这个花瓣要有层次啊。好，这个后面这个花瓣，继续补充笔尖上补充一点点颜色。我们在最后的这个花瓣稍微的加一丁点这个胭脂进来，不要加太多了。好，我们笔肚上如果干了的话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，用笔肚轻轻的点一下这个底色，然后调色。好，这里后面这些花瓣，我们虽然说它是一个大花瓣，但是我们分多几笔去画，这样子去点出来，点的让它有层次感一些。那我们再继续画，来把这个花把它补充完整，继续加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补充这个花瓣啊。那我们来去补充这个花瓣。就是比较随意的去补充哈，就是你想要从哪里去加花瓣，你都可以去加哈，都可以去加。笔尖要不停的补充一点点深色。那这里偶尔来一个圆一点的花瓣，大一点点的，让它有所区别。好，我们来。这个碎花瓣就是各种各样的花瓣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去组成，它没有正反瓣的区别，它就是你的笔能够画出多少种形状，你就画出多少种形状来就可以了。各种各样的形状，你去往上画就可以。
来去补充各种各样的花瓣。好，我们没有底色了，我们用这个笔肚稍微去蘸一下这个底色，然后再补充这些颜色，补充一点，不要水分不要太大了啊。前面的颜色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大红，笔尖稍微的沾一点点这个曙红，水分不要太大了，水分太大了可能容易掌控不好。但是笔尖要有一点点深色的啊，否则你画不出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。好，我要看这个花型啊，要看到它的花型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一点点深色。这么多碎花瓣，我们这里来一个稍微的大一点点的花瓣，大的旁边又有很多这种碎的小的，这个就是这个碎花瓣组合的它的特征，就是你就完全看不清楚究竟是怎样的花瓣啊。我们继续来去调整，看一下哪里需要调整的。这一块有点平，我们把这一块这个花瓣再加大一点点，加长一点点。好，这里加一个，让它这一个让它长出来，伸出来。再继续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调整。这个让它破边，这个花瓣让它画满它这里。好，基本上这个花型我们画的这样子也差不多了，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这个外观，再调整一下外观。我们就调外观，我们就用这个深色的底色，我们刚刚调的这个深色的底色，笔尖上稍微的蘸一点点啊，稍微的蘸一点点这个深色的底色，去调整这个外观。看一下哪里需要加一些这种花瓣出来。外围的稍微的加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不用太多。这个深色底色可以把这个花瓣稍微的扫一下。让这个颜色稍微的均衡一下，像这个底色可以稍微的在中间的地方也可以扫一下下。好，我们整朵花，这朵花基本上这样可以了，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下中间的这些地方，想要它更深一点的地方，我们再去把它调整一下，把深的地方让它更深一点。用这个大红、曙红，稍微的笔尖上一点点就可以了，还是不够红哦，笔尖上一点点就可以了。
好，我们把这个深色的让它更深一点。稍微的去调整一下下。这个就是调整它，让深的更深一点。基本上可以了，基本上差不多。好，我们这朵花基本上就可以了。基本上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现在把这个灯光关掉一下。因为灯光关掉它这个颜色会更真实一些。好，我们来等它干了之后，它的颜色又会改变。我们要等它干了之后再看一下它的效果。然后我们现在画一下它的花心，好，我们就偶尔找一些地方点一下花心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点的太多了。好，就点这么多花心就可以了。因为像这些花，它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花心就在这个中间的地方冒出来一点点，有一些是看不见。如果它的花瓣长得特别大的话，你就看不见了。花心是太白和这个藤黄调和，藤黄是1，太白是2。这朵花漂亮吗？稍微现在干了一点点，我把它吹一下。好，差不多，还没有那么干，但是已经差不多了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？来看一下，再画哪一朵呢？这一朵好不好？又画一个朝下的，还要吗？还要看吗？因为这个颜色没有用完，我想把这个颜色再画完。这2朵花，我们这朵花就不用去分解了，这2朵花是一样的。
这两朵花是差不多的。底色还是一样的，是这个太白加三青啊，太白加三青。然后颜色的话还是跟上一朵一样的，这个是这个大红调这个鹅黄调大红，把这个鹅黄调大红均匀调一层，在笔的这个1/2的地方，然后再调这个大红，这边是大红，这边是大红色，然后这边是曙红，调一点曙红，调一点曙红，颜色一定要调匀哈，调一点曙红，颜色调匀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画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再还画这样子的一朵，跟这一朵差不多的，跟上面那一朵是差不多的啊。好，我们从这里开始画，还是一样的，很多这个小碎花瓣啊，各种各样的。但是这个花瓣，这个碎花瓣碎的跟上一朵稍微有一点区别啊。这个碎花瓣它都是比较长一点，哦，不是啊，它是比较短一点的，比较圆一点的这种碎花瓣。上一朵它都是比较长一点的。好，笔尖要不停的加一点颜色。所以每一朵虽然说它的花型看着差不多，但是它的姿态，你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分析一下它的这个花型，它多多少少它还是有一些这种区别。好，一样的是这种小碎花瓣啊，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去组成。那有一些这种小的细节，就是很细的这种花瓣，直接这么去点它，去画就可以了。笔尖要不停的补充一点颜色，笔尖补充一点颜色。那你画这个花瓣的时候，你可以从哪里画都可以啊，你从中间去画也没问题。中间画了之后，你再去补充，从上面你随便哪里画一笔，因为它就是一个这个比较随意、比较灵活的，就是灵活的这种花瓣。你不要想着一笔一笔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的这样去画，那样画出来的这种东西它就死板，就不好看，就不灵活。我们要灵活的去画，你看中间，你把中间的缺口去把它补上就行了，是吧？好，笔上不停的补充一点颜色。好，笔尖补充。好，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，不停的补充一点颜色。稍微的拉高一点点，来笔尖再来补充一点颜色。好，这种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啊。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组成啊，那上面越来越浅了，越来越浅。那我们笔上干了，蘸一点底色，蘸底色稍微的调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颜色只需要调一点点这个大红色就可以了，这一边。
因为这个花瓣特别小，特别碎。那你就这么去点，用笔就轻轻的去点，就是一个花瓣，轻轻的一点就是一个花瓣。稍微的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的颜色啊。点出各种各样姿态的这种花瓣来。但是颜色始终是要调匀，不管是你点什么颜色，多浅的颜色都要把颜色调匀。颜色调匀呢，才是你画好这个花小写意花的这个最根本的、最重要的这种要素要领。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调色，所以家人们，你们初学者，你们首先刚开始就练这个练习的话，就刚开始就练这个花瓣啊，花瓣调色，就不要着急去画这个作品，就先练，慢慢的练啊，把花瓣先练好了，然后后面再一步步的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这里来一个，这里面的花瓣稍微的深一点点，我们的颜色稍微调多一点点，笔尖上要调一点点深色。好，我们这个笔肚上又没有底色了，我们又加一点底色。笔尖上稍微的加一点点颜色。画这个花瓣的话，就是小花瓣很小，大花瓣呢就很夸张，大的很大。那我们后面先来画一个大花瓣。上面这个花瓣，我们颜色稍微的，笔尖上的颜色稍微的深一点点啊。然后笔尖上再来补充一点颜色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这样子的花瓣。那这里中间的是脱节了，脱节的没事，我们再补充一些碎瓣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继续调色。
来，这个笔上有个颜色太深了的话，你可以沾掉一点点啊。然后我们画后面这一个花瓣，后面这一个花瓣的话，它要再浅一点啊，再浅一点。这里来一个。好，我们这里再来一个花瓣。这个后面的这个大花瓣基本上只用这个底色了，就用这个底色，没有用什么颜色了，就笔尖稍微的盘子里这个颜色稍微的蘸了一丁点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颜色了啊，笔尖上稍微的蘸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微微的有一点点颜色就可以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。后面这个花瓣我们这样子去点出来，点出来让它有一点这种笔触感。好，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啊，调整一下整个花型。来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补充花瓣的。看一下，调整一下这个外形，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调整的，我们就去调整一下。不需要调整，这朵花就基本上这样子就完成了。来看一下这里要不要加一点点花瓣，这里稍微的加一点点吧。
这里加一点点花瓣。加一点点底色，稍微加一点点颜色，把这里上面这里再补充一点点花瓣来。好，我来站起来，要站起来看一下它的外形啊。现在我们调整这个花的外形。好，基本上可以了，不调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可以了。来，关掉灯看一下效果。来，这朵花我觉得也很好看，我们加上花心，来加上一些花心。这花心不是说每个地方都要有啊，偶尔找一些地方加上一些花心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呢就这样子加这么多就可以了。就是有一些地方感觉冒出来一点点花心，让这个画面上有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来，今天画的这两朵花，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看？这两朵照粉，这两朵它有所不同啊。两朵就是这一朵，它感觉是这种大家闺秀的这种感觉。这一朵的话是那种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那种性格比较大大咧咧的那种感觉，好不好？